这坐姿霸气的大熊猫就是梅青玫瑰妃。玫瑰妃随随便便的一个动作就能彰显女王风范。如今已经22岁的玫瑰妃，本来已经退居2线，开启养老生活，结果比自己小3岁的婷婷因为身体不太好，顶替了自己的退休名额。于是玫瑰妃就这样又被从山上请了下来。据说玫瑰妃下山的途中一直骂骂咧咧，不过这事儿搁谁都恼火。被退休返聘的玫瑰妃入住了小库有电动小火车的内场。七旬老太也是没见过这种洋玩意儿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玩，于是就出现了特别搞笑的一幕。梅老太挪着屁股追小火车，估计她当时也纳闷，这餐桌长腿了，怎么还会自己跑来？也得亏小火车跑得不快，要不然玫瑰妃的屁股都要磨冒烟了吧。当然玫瑰妃还是有进步的，很快她就会用前掌撑在小火车上，后腿在地上追着跑，慢慢的她就开始有一条后腿也坐了上去，撇下一条腿在地上跑，直至现在可以完全坐在上面。看到玫瑰妃坐在小火车上依然很霸气，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贵气，好像她坐的是商务座一样。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小库，感觉小库就像是一个服务员。当然玫瑰妃在时，更多时候小火车是不运行的，因为她就趴在车轨上睡觉，把小火车逼停，主打一个为园区省电。即便是如今已经22岁的玫瑰妃也依然美貌，很难想象她年轻时能有多好看。即便是如此貌美的村花国庆，大文奶爸也说她没遗传到梅青的颜值，而且梅青的恋爱史也很炸裂。当年14岁的梅青看上了比自己小7岁的申威，梅青和申威是属于梅青去倒追申威的，申威当时还是挺被动的，作为一个小男生，而且情窦初开。不过没办法啦，被梅青妈妈一直追着逼到墙角，那既然不能反抗，他就只能去享受，他就答应了。所以说姐姐就是姐姐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后来他们就有了2个儿子和1个女儿，亲亲爱爱和小国庆。即便是时隔多年，每当饲养员在提起申威的名字，梅青都还是有反应。梅青，申威真的没想你啊。当大梁一直强调申威没想他时，梅青直接回了大梁一长串的骂骂咧咧。看来梅青对申威这个小鲜肉还是一直念念不忘了。艾姐还是糯米团子的时候，奶妈这样说：儿妹还是你管妹妹，儿妹还是你管儿妹，儿妹很文静，儿妹很文静，儿妹。结果长大后的艾姐成为了虫洞最难收的猫猫。当外公尝试用胡萝卜引诱艾姐回家时，外公也就刚试探一下，艾姐就不玩了，转身就走，像是下了某种决心。艾姐内心 OS： 爱给，不给就拉倒，我于爱可不吃这套。也得亏是外公，要不然艾姐高低都得凹他一口再说。墩墩奶爸收艾姐，那是怎么劝都不好使。艾姐还趴在木架上抖着小脚丫，把墩墩奶爸都给气笑了。他叹着气转头的那一刻，真的又好笑又心酸。随后墩墩奶爸继续苦口婆心的劝说，艾姐也随之起身向前走去。正当墩墩奶爸以为艾姐会从前面的树桩上下来时，艾姐却爬上了更高的木架。墩墩奶爸见状也是彻底不玩了，转头走开的时候还差点把自己摔倒了。于是墩墩奶爸后来在收艾姐时，2个回合搞不定，就把果果往嘴里一塞，然后从背后直接抱起，甚至把刚才塞给艾姐的果果都甩飞了。李奶妈收艾姐那就更难了，她特别会拿捏李奶妈，每到收艾姐回家的环节，爱笑的李奶妈就再也笑不出来了，所以他俩也被网友叫做爱理不理组合。即便是在下雨天，李奶妈为了收于爱，也只能陪她一起在外面淋雨。岳奶妈收艾姐也是不好使，这天重庆同样是下着雨，岳奶妈3顾茅庐也请不回在木架上的二馆长，于是就有了特别有爱的一幕。岳奶妈把自己的伞撑向了艾姐，这一幕真的有被温暖到。而奶成收二馆长就更绝了，因为大馆长和二馆长似乎不太和睦，所以艾姐喜欢追奶成，于是奶成干脆就把自己当饵来去钓艾姐，拿着一个红扫把来吸引她的注意。成功吸引艾姐开始追他时，他便撒腿就往内圈跑，艾姐就追着奶成回去了。但艾姐再厉害，也有能治得了她的饲养员庞奶爸，因为身材高大力气也很大，所以他很容易就能把艾姐控制住，因此艾姐打小就害怕他。当庞奶爸过来收他时，艾姐就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，就算是紧张到小腿绷得溜直也不敢反抗。看来艾姐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虫洞庞奶爸这句传言是真的呀。呈给可可爱爱的吊绳玩具上难度了。前2天于爱带绳上树，化解吊绳取果果的难题。事后于可又把麻绳缠绕到高高的树上，反给奶成制作了丰容。兄妹俩的操作不仅让虫洞天团一脸的懵，也成功的惊呆了一众网友。饲养员们给可可爱爱制造的这个难题，非但没有难住兄妹俩，还被他们成功摆了一道。于是网友纷纷喊话，让奶成赶紧学习，要不然虫洞丰容更新的速度就赶不上兄妹俩破解的速度了。奶成也是听劝的，这不第2天一早就给吊绳丰容改造成了 Plus 版本，
在吊绳上增加了很多的竹筒，以此来增加吊绳的重量。另外，奶橙也减少了吊绳的长度，但这些都难不倒于爱，同样可以叼着绳子爬上树，悠哉地躺在树上，把吊绳上的果果全部都收入囊中。于可则是用嘴咬着绳子转了几圈，给大家表演了一波旋转芭蕾，顺便再转掉几根果果。于可于爱的丰容虽然简单，但是感觉都很益智。一根麻绳就能有很多种玩法，而且感觉每一件都很适合于可于爱。两个小家伙精力旺盛，又善于用脑，每一次他们的操作都能刷新大家对大熊猫智商的认知，这就不得不给奶橙加鸡腿了。这几天两个小家伙的状态也很饱满，单看于爱摇头晃脑的跑出来，都能被他的快乐所感染。于可能是为了给不远千里赶来看他们的粉丝增加节目，最近总是喜欢偷袭妹妹。于爱坐在小课桌上，正准备吃美味的笋笋，就被飞速冲来的哥哥撞翻在地。于爱一脸的懵，一副我是谁，我在哪里的表情，猪里猪气的模样真的太可爱了。这也告诉了爱姐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当时于可好不容易才从沟里爬上来，就被飞奔而来的于爱又撞进了沟里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冲着哥哥嘚瑟的兔子跳。从小就看兄妹俩打打闹闹，一转眼已经是2岁多的小熊熊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国庆假期虫洞真的赢麻了。于可于爱巧妙化解吊绳难题，兄妹俩的聪明冲上热搜，再加上新鲜出炉的齐三妹的软萌可爱也冲上了热搜。这个假期的虫洞妥妥的霸占了热搜榜呀！美奶妈一声呼唤，便主动交出崽来。小丫头到底有多信任美奶妈？那年小丫头临近生产，剧烈的阵痛让她蜷缩在角落，而看到如此难受的小丫头，美奶妈便不顾自身安危，近身照顾，用手抚摸着小丫头的肚子，帮她缓解疼痛。而小丫头则是轻轻地环抱住美奶妈胳膊，慢慢地依偎在上面，还会时不时地舔舐美奶妈。这一人一熊的相互信任真的太令人动容。当小丫头顺利产下2只幼崽后，即便已经满身疲惫，也会在母爱的驱使下，第一时间抱起孩子进行舔舐。而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美奶妈则是满眼心疼，轻轻地抚摸小丫头的脸颊，安抚她。刚生完宝宝的小丫头食欲不振，不思饮食，美奶妈就抱来新鲜的竹笋，细心地剥掉笋皮，一点一点喂她。俗话说真心换真心，小丫头从小便由美奶妈照顾，陪着她长大，如今又照顾她的孩子，他们彼此之间早已将对方视若家人。所以当别的饲养员还需要拿旺仔蜂蜜水来换幼崽时，美奶妈只需要一声呼唤，小丫头便会主动把幼崽送到奶妈面前。因为她心里明白，美奶妈一定会像从前照顾她一样，照顾好她的孩子。而当看到前来换崽的不是美奶妈时，小丫头则会警觉起来，立刻抱起幼崽背对着奶妈，即便拿来蜂蜜水交换，她也会伸出手来进行婉拒。由此可见，小丫头内心深处有多信任美奶妈，而美奶妈也会爱屋及乌，对小丫头的孩子多一份偏爱，会和别的奶妈争论不休，只为自家崽争一个最乖宝宝的头衔。你是最乖的，我们小新最乖，你是最乖的，小新最乖，最乖的，小新最乖，最乖的，我们小新最乖，你是最乖的，我们小新乖，他也不错啦，但是我们小新乖些，小新跟小儿子一模一样，乖。两位奶妈护短的样子可爱至极，果然都会觉得自家娃娃是最好的。看到是这样的一群可爱又默默奉献的人在照顾我们的国宝，真的心里满满欣慰又莫名感动。经验可以慢慢积累，但爱心真的是学不来的。芒仔这2天真的都快把嘴笑歪了。芒小五被长安起源认养，却乐坏了芒仔，不仅笑眯眯的一口气炫光了认养仪式上的大蛋糕，还要和芒小五抢他思熊定制的小汽车。芒仔怕不是以为长安起源认养的是他吧？母子两熊最近每天都在上演抢夺跑车大战，因为跑车的空间有限，母子俩同时坐进去难免有些紧巴。但不到1岁的芒小五哪里是将近300斤的芒女士的对手，任凭小五怎么扑腾，芒仔都纹丝不动，气得小五张大嘴巴一口咬住芒仔的耳朵。芒仔还是笑眯眯的，像是在说：“小崽贼，你咬到妈妈我呀，算是咬到棉花了哟。”随后芒仔一脚油门，车速飙起来，没有坐稳的小五挂在车窗外面摇摇欲坠。这母子俩这是上演了一波虫洞版的《速度与激情》啊！后来小五也学聪明了，他知道反正现在是不管怎么抢也抢不过妈妈，干脆躺在车前面，谁也别想开。这架势像是在向妈妈喊话：“芒女士，你有本事就从我莽小五身上压过去啊！”小五这招也成功把妈妈整懵了，趴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芒仔不在的时候，小五自己坐在跑车上，单手握住方向盘，另一只胳膊搭在车窗上，歪着脑袋，俨然一副不务正业的富二代形象。小小年纪就拿捏了纨绔子弟的气质，
其实不只是这次的跑车玩具，小五之前的玩具盲仔也都是抢着要先玩。之前粉丝姨给小五送的丝熊飞机，也是盲女士先玩，每天都站着驾驶舱开心的合不拢嘴，有时候还会觉得自己玩着不过瘾，硬要强迫他的宝贝儿子和他一起玩，让小五见证莽机长的驾驶技术。这张照片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。调皮捣蛋的儿子和童心未泯的妈妈，每天都上演着感人至深母慈子孝的亲情大戏。说到最难收的大熊猫，最令谭爷爷头疼的，还得说那个爱待多久待多久的爱九。因为爱九经常耗到天黑也不回家，奶爸奶妈只能打着手电筒来收他，因此爱九也被网友称为手电筒公主。有一次大中午特别热，温度已经高达36摄氏度，爱九已经在树上热的小肚子都随着呼吸起伏了，但是他就是不下来。谭爷爷担心挂在树上的爱九会中暑，打算用美食引诱他回家。谭爷爷先是给了一小块窝窝头，爱九接过窝窝头吃后，便又立即背过身去躺下了。谭爷爷又送上了一块小苹果，爱九接过小苹果吃完后，把杆子一甩，那是头也不回。谭爷爷无奈上了大招蜂蜜涂窝头，爱九闻到味后馋得口水直流，但他明白这是老谭引诱他回家的手段，内心 OS： 这玩意儿吃不上，吃完一块铁定还想吃第二块，这时就只能跟老谭乖乖回家了。于是伸出小手想接，但又没有接，还在坚守自己的原则，那是硬生生把谭爷爷气得眉头紧锁。本来谭爷爷也算得上基地的收猫神话了，一声果赖小熊们都会摇头晃脑地跑过来，而爱九就是谭爷爷饲养生涯的滑铁卢。一脸无奈的谭爷爷只能拿出最后的杀手锏，那就是拖来水管，用水滋爱九下来。还别说这招真好使，感受到凉爽的爱九很快就下来了。有一次天都快黑了，爱九还是躺在木架上不回家，任凭奶妈怎么呼喊，爱九都不为所动，甚至感觉奶妈太吵，还自己手动关上了耳朵，都把奶妈给气笑了。最搞笑的还是有一次爱九和二狗吵架了，估计二狗那死丫头把爱九气得不轻，以至于已经很晚了，爱九都躺在木架上一动不动。恰巧那天又是基地著名的软柿子黄奶爸负责收猫，黄奶爸嗓子都喊冒烟了，爱九愣是一动都没动啊。于是黄奶爸只好跟大闺女谈心，黄奶爸也是说了一大堆二狗的不是，才把爱九哄高兴。历时3个小时后，终于把他收回家了。爱九喜欢加班也是遗传了他老爸，就是那个号称西部战神的公仔，原来喜欢上班这事儿也会遗传啊。今的二姑奶奶喜乐果然有的是力气和手段，那是能动手的时候绝对不会动脑子啊。喜乐的冯奶爸经常会给他制作各种丰肉，特别是用葫芦制作的漏食器，老冯经常是忙活半天给葫芦上掏个洞，然后把小零食放进去，想让喜乐开动脑筋取出来。这是老冯幻想的自家闺女从漏食器中取果果的场景，情绪稳定且有耐心。这是现实中喜乐从漏食器中取果果的场景，那是3秒没出来就开始急眼了，然后抱起葫芦，双手扒着洞口，试图暴力拆除。老冯看到这也干脆摆烂，拱着火让喜乐使劲儿，要使劲，使劲。二姑奶奶也从不让老冯失望，不到10秒钟，葫芦就从中间应声断开。制作2小时，拆除1分钟，老冯也只能无奈的给自家闺女竖了个大拇指。还有一次是老冯想锻炼喜乐的后置力量，用竹竿顶着竹篮，想让喜乐站起来取小零食。二姑奶奶肯定不会按套路出牌，只见她站起来把插在竹篮里的竹竿薅掉，然后一手按着木桩，一手扒着竹竿，用嘴直接把竹竿从中间咬断了。所以说老冯，我劝你省省吧，二姑奶奶能是你说锻炼就锻炼的熊吗？喜乐的拆家能力肯定是不用怀疑的，不管大件小件都能拆得稀碎。他原来有个大躺椅，有天半夜加班就给干掉了。这个小船也是，据说是为了端午节准备的，但是小船压根就没活到端午那天。喜乐11岁生日，老冯更是花了好多的心思。在喜乐出场前，老冯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们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跨马定乾坤。”等到喜乐出场后，我那弄了一晚上那个竹简，你霍霍那个行，你别霍霍竹简。反正二姑奶奶是不是武能跨马定乾坤不清楚，但绝对能拆到老冯心态崩溃。后来感觉老冯的制作速度也是赶不上喜乐拆的速度，他已经开始逐渐摆烂了。喜乐把这个竹椅的前腿拆了，老冯也不修了，直接把小竹椅架到了小马上面，改成了马车。说实话，看到这已经开始佩服老冯的创作能力了。熊猫蕊蕊带娃到底能有多火？
日常上演360度旋转摔。这天，蕊蕊兴冲冲地爬上树，和挂在木架上的闲闲仔打闹，结果一个不小心，闲闲仔就从树上掉了下来，空中转体2周半，落地一点水花都没有，真的是十分标准的跳水动作。还有一次，蕊蕊在和闲闲仔玩你追我赶的游戏，本来一切都很正常，结果蕊蕊追上闲闲仔后，直接就把仔按在了地上，然后一屁股骑在了仔的身上。这操作也真是惊掉了大家的下巴。更厉害的是，他还能抱着闲闲仔连环摔，这难度也是相当高了。而且蕊蕊很爱给闲闲仔洗澡。这天，蕊蕊800里加急向着儿子冲过来，虽然闲闲仔已经察觉到事情不妙，但显然已经来不及逃跑了。只见蕊蕊叼起闲闲仔，丝毫不带犹豫地走进水池，用2秒钟的时间给闲闲仔洗了个澡。还有一次是闲闲仔欠欠的去找干妈，也不知道蕊蕊那会儿在想啥，那是咬住干儿子的头套就往水池里拖，闲闲仔挣扎着往外跑，过程中还挨了蕊蕊干妈1巴掌。即便是这样，蕊蕊自己还气得兔子跳，像是在吐槽自家孩子不爱洗澡。正是因为蕊蕊带娃太抽象了，也就闲闲仔愿意和她疯，自己的亲闺女都躲着她，特别是吃饭的时候，毕竟在蕊蕊眼里，干饭的时候不讲亲情，自己手里的永远没有孩子手里的香，即便是地上还有一堆，蕊蕊也只想抢孩子手里的。也正是因为蕊蕊仔知道妈妈的脾气，所以这天本来她正和妈妈一起干饭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叼着笋笋就走得远远的，藏在树后面吃。而愣在原地的蕊蕊反倒是一脸的委屈。蕊蕊和孩子们玩毛毛虫玩具的时候更好笑了，不知道已经翻车过多少次了。因为蕊蕊总和孩子抢玩具，气得自家闺女都想动手打她。蕊蕊还戏精附体捂着脑袋，最后的这个委屈巴巴的眼神就更绝了，反倒是像她才是被抢玩具的孩子。不过蕊蕊自己也还是个大宝宝，他们一家3口的日常真的太搞笑了。会有其3妹这么可爱的小熊啊！这天她越狱被墩墩外公抓包了，被外公抱起时，自己还不好意思的捂住了眼睛，这小模样真的是萌化了。也难怪姨姨们会见一个爱一个，他们在路都走不稳的年纪，就会撒娇卖萌拿捏人心了。别说是网友们被他萌翻了，就连每天照顾他的墩墩外公都被他可爱到情不自禁嘴角上扬。自从有了其3妹，墩墩脸上的微笑就没消失过，看他自豪的模样，就像是其3妹是他亲生的一样。毕竟墩墩现在是全网都在羡慕的男人，而且其3妹给人的感觉，打眼一看就是软萌可爱的小女生，蓬蓬脸水滴眼，就连小脑袋都是爱心的形状。即便是她趴在毯子上睡觉，只能看到她的背影，一股一股的小肚子也能让人变得柔软。这种治愈的感觉真的直击心灵。小年纪的其3妹还会和大家玩起躲猫猫，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也是被她拿捏了。因为现场的游客看到其3妹，通通秒变夹子音，所以就连她自己也很好奇自己的美貌，孤勇着爬到了玻璃围墙前，想亲眼看看自己的盛世美颜。看得出小家伙对妈妈给自己的这张脸也是很满意。虫洞也是很传奇，生一胎火一胎，从梁月鱼宝鱼贝到大4喜小4喜，到于可于爱，再到芒小五，包括今年新鲜出炉的其3妹，没有一胎是默默无闻的，而且他们也是个个身怀绝技。即便是不满4个月的其3妹，也已经会十分标准的一字马了。她还跟隔壁表姐于爱交流了拽姐养成记，已经开始练习雕树枝了。她还想把多余的部分掰掉，用力到小屁股都在颤抖，很难不怀疑是爱姐教给她，要从小练习耍帅技巧，长大后才能在大家的欢呼和掌声中表现得更加从容。真的很想知道，软萌可爱的其3妹会不会也能变成雷厉风行的拽姐呢？宝真不愧是艾女士的头号小迷妹，这么小就有保护妈妈的意识了。平时瑞宝和辉宝打闹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一般都是辉宝占上风，即便是辉宝把她按在树上，跳起来踢她膝盖，甚至是被辉宝连扇11个耳光，瑞宝都不怎么还手。但是如果是辉宝在她面前打妈妈，瑞宝就会武力全开暴揍小灰灰。这天辉宝又在费妈咬艾女士背上的毛，瑞宝看到后非常生气，跳上去就咬住辉宝的耳朵，然后和妹妹扭打在一起。可以看得出瑞宝真的有在保护妈妈。还有一次是艾女士想上木架，结果被辉宝这个小坏蛋连扇2个巴掌阻止了。瑞宝看到后二话不说直接冲上木架就是干，咬住辉宝的头套就往下面拽，即便是自己狠狠地摔了一跤，也要教训一下小灰灰。艾宝看在眼里，应该也很欣慰，毕竟3个孩子也就瑞宝不那么淘气。要知道平时都是小灰灰欺负瑞宝更多一点，宋3岁还曾因为瑞宝不会还手，抱着瑞宝教他打辉宝。这么看来平时瑞宝还是有让着妹妹的，但是妈妈是他的底线，所以瑞宝的雄声格言就是你打我可以，但是打妈妈就是不行。而且瑞宝真的很喜欢黏着艾女士，吃饭的时候要和妈妈贴贴，睡觉的时候也要和妈妈趴在一起。还记得瑞宝很小的时候就会看着艾宝特别开心的笑，像是在说我的妈妈真好看。
还有一次是两小只惹艾女士生气了，艾女士趴在地上气得一动不动，江爷爷在一边劝和。当时还是瑞宝率先迈出了破冰的第一步，走上去抱住妈妈，抱着妈妈的脑袋哄她。这一幕就不得不让人想起曾经的福宝和艾女士冷战的场景。一大清早，母女俩坐得108000里远，福宝趴在床上露个小脑袋一动不动，艾女士坐在地上气得也是一动不动。当江爷爷问起他们母女俩是不是吵架了时，福宝还高傲地抬起脑袋，一副又不怨我你问他的表情。当时想让福宝主动给艾女士道歉，肯定是门儿都没有的，气得艾女士都想把他回炉重造。这么看来，灰灰泪福不是说着玩的，两个都是不省心的废头子。看来只有小田瑞这个小棉袄是不漏风的。女士和小五这对母子真的太有意思了。小五前几天因为大树被包住有些失落，所以经常会爬到保护礁的位置去看。然后没过几天，奶成就给小五安排了新树。王女士见状也模仿儿子，爬到保护礁的位置去许愿，天灵灵地灵灵，奶成也给我安排个玩具行不行？毕竟莽家大院只要上新玩具，都得是小五的母上大人先玩。大飞机是，大跑车是，小粉猪也是，就连不适合他尺寸的红色吊床也是。即便是很明显这个玩具不太适合他，他也要硬玩，正着爬不上去就挂倒档，结果倒档也失败了，还把自己气得原地兔子跳。而且他自己玩不了也不让小五玩，一巴掌就给小五掀翻在地，就算爬不上去，趴在上面也是好的。还有这个玩偶兔子，这娘俩也是抢得厉害，看他俩感觉都快抢急眼了，又是薅头发又是挠脸的，感觉莽妞妞自从生了小五之后，状态上至少能年轻5岁，一点妈味儿都没有，有种越活越年轻的感觉。小五也是遗传了莽女士的搞笑基因，她看到院子里的小鸟准备去抓，长安五少的加速模式也是很特别，把一只脚抬得高高的，然后预备被加速，最后还是扑了个空。对于小五来说，结果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动作要帅，毕竟他是一只连放屁都要他腰撅定的小熊，小年纪就能轻松拿捏纨绔子弟的气质，真的太喜欢这对活宝母子了。明红，不要忧伤啊！不是所有的熊都有媳妇儿，就你没有，他们也没有啊，他们也没有媳妇儿啊。对，哎，对他们也没有媳妇儿。你小白奶爸疯了！我告诉他没有媳妇儿，你在这说你有，你走开。这个讨熊嫌的奶爸就是金虎的小白奶爸。明明金虎已经在奶妈的安慰下，心情逐渐由阴转晴，小白奶爸却对着他炫耀自己有老婆，这分明是直戳金虎的痛处啊！也正是因为金虎的奶爸们说话都欠欠的，所以金虎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奶妈相比是截然不同的。这天阿丽奶爸又过来和金虎吵架，阿丽握着金虎的手，一直在那逗他。金虎也不甘示弱地进行回击，等到阿丽松开金虎的手，金虎立刻把手抽回来，一脸嫌弃的在那舔。哎呀，还闻闻手，哎呀，笑不过，嫌弃你。阿丽有时候还会威胁金虎，挠我啊！你还挠我？你挠他，我又没人知道吗？但是金虎这方面一点都不带怕的。金虎内心 OS： 我什么身份？你敢饿我一顿试试看？而且每次阿丽来逗金虎，奶妈都会在一边给金虎帮腔。你到现在都晚上了，我晚饭都吃完了，拿午饭来吓唬我。你说阿丽，你给门开开，咱俩决斗。我不跟你决斗。金虎最后哼的这一声，真的能听出来金虎的嫌弃。阿丽还欺负金虎不会说话，只会用恩来回击他。于是阿丽就想了个损招，问金虎是不是喜欢他。你看你说的是喜欢吗？没戏能感觉。把金虎急得都恩出了杀气。还有一次是阿丽拿了个锤子放在金虎的圈舍前，给他一顿吹嘘，说是什么雷神之锤，威力无比，然后就一直在那念叨个不停。金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就伸手去拿锤子，打算给阿丽一锤子，让他赶紧闭嘴。把阿丽吓得的赶紧把锤子拿走了。但阿丽奶爸虽然爱逗金虎，但也很爱他的好大儿，他亲手给金虎做了很多的玩具，有木马，也有纯手工自行车。也许这就是奶爸表达爱意的方式吧。只是奶爸的爱意在金虎这里很难活过3天，就被拆得稀碎了。没有的，气得艾女士都想把他回炉重造。这么看来，灰灰泪福不是说着玩的，两个都是不省心的废头子。看来只有小田瑞这个小棉袄是不漏风的。到时隔4年，双双和兰香再度重逢的画面，才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厚。这天是双双率先认出了隔壁的妈妈，一直趴在交流窗口看向正在吃串串的兰香。当时兰香也只是好奇的回头打量了一下隔壁这个偷看她的小孩，还是自顾自的吃着，并没有靠近。虽然平时的双双都很霸总气质，但她这次真的显得好乖。不知道双双等了多久，兰香才慢慢的走向了交流窗的方向。在母子俩对视的那一刻，他们应该就已经认出了对方。母子俩互相嗅闻着彼此的气味，也都在尽量的靠近。
此刻他们或许在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，可能是久别重逢太过激动。没过一会儿，双双便走开了，趴在交流窗旁边的草地上独自 emo， 也不知道此刻的双总是不是在哭鼻涕，而兰香则是一直守在交流窗前。虫虫发现了哥哥的不对劲，跑过来让哥哥背背，但双双很显然并没有心情和弟弟打闹。虫虫见状便爬到木桥上独自玩耍了。而此刻的双双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再次回到了交流窗口前，空出了他的右半边，还示意妈妈看向虫虫所在的方向，似乎是在告诉妈妈那个就是弟弟。他平时有些调皮和贪玩，看得出双双的情感真的非常细腻了。最令人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天双双真的把虫虫带到窗口前，他们还打包了笋笋过来，一边吃一边坐着等妈妈。但遗憾的是，兰香这次没有赴约，不过来日方长，他们现在住在隔壁，总能再相见。然而像这种母子间的久别重逢，在虫洞也不是第一次上演了。嘉月月回到虫洞刚展出时，元芳就把他安排在二顺的隔壁。第一次看到二顺的嘉月月直接愣在了原地，他当时估计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时隔5、6年还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妈妈。所以当二顺也认出他过来贴贴时，本来在树上玩耍的月月飞速下树，跑到二顺妈妈的面前，开心的手舞足蹈，感觉此刻他的喜悦都快溢出屏幕了。二顺坐在玻璃墙边吃饭，嘉月月也要坐在地面看着。平时母女俩也会坐在交流窗前，一聊就是好久。虫洞的这些暖心操作也是真的很圈粉。星星到底背着大家还藏了多少宝贝？丝血仔一经展出，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大大的朵朵可以和秦岭的秦大朵一较高下了。而且小家伙虽然刚满1岁，这打包本领可以说是遥遥领先。只见丝血仔叼着一根比自己身高还要长2、3倍的竹子，摇头晃脑的往树上爬，看着身形肉眼可见的壮实，只是小家伙打包到树上也不吃，一直用嘴叼着，小舌头还一卷一卷的，真的害怕孩子的嘴累得慌。不过网友们看到小家伙打包竹子的这一幕，纷纷评论说像是孙悟空拿着他的金箍棒。而丝血仔之所以如此厉害，可能与他显赫的家世有关。他的妈妈丝雪是著名逃跑新娘白雪老祖的女儿，他的爸爸冰城是汪家和医宝的儿子，是名副其实的双野2代。所以丝血仔的外婆爷爷奶奶都是野生大熊猫。也正是因为妈妈丝雪和爸爸冰城的缘故，大家也叫他蜜雪冰城。如果蜜雪冰城这都不冲，那可真就太可惜了。丝雪因为吃的实在太胖，四肢又很短粗，被奶爸奶妈形容说是像一座山。而且即便现在已经18岁了，依旧是圆滚滚胖乎乎的，甚至比他刚满1岁的孩子丝血仔看着还要奶。而冰城因为血统优秀，长得又很帅气，被很多女熊的亲妈粉上门提亲，也因此被大家称为国民女婿。冰城还有一个独门绝技，那就是他会太空步。看他跳的这几下是不是很丝滑，小屁股也是扭得飞起。据说他总用这招取悦女熊。福宝在没展出前，冰城还住过他的隔壁，据说整天对着福宝咩咩叫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给福宝跳上一段。丝血仔的哥哥姐姐也很优秀，他的哥哥雪宝雪大头，后肢力量特别强大，站立的时间可以长达半分钟以上，感觉只要吃的管够，他都能跟着奶爸绕场1周。他的姐姐映雪在2017年已经成功放归野外，所以丝血仔也注定是不平凡的存在。美奶妈一声呼唤，便主动交出崽来。小丫头到底有多信任美奶妈？那年小丫头临近生产，剧烈的阵痛让她蜷缩在角落，而看到如此难受的小丫头，美奶妈便不顾自身安危，近身照顾，用手抚摸着小丫头的肚子，帮她缓解疼痛。而小丫头则是轻轻地环抱住美奶妈胳膊，慢慢地依偎在上面，还会时不时地舔舐美奶妈。这一人一熊的相互信任真的太令人动容。当小丫头顺利产下2只幼崽后，即便已经满身疲惫，也会在母爱的驱使下，第一时间抱起孩子进行舔舐。而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美奶妈则是满眼心疼，轻轻地抚摸小丫头的脸颊，安抚她。刚生完宝宝的小丫头食欲不振，不思饮食，美奶妈就抱来新鲜的竹笋，细心地剥掉笋皮，一点一点喂她。俗话说真心换真心，小丫头从小便由美奶妈照顾，陪着她长大，如今又照顾她的孩子，他们彼此之间早已将对方视若家人。所以当别的饲养员还需要拿旺仔蜂蜜水来换幼崽时，美奶妈只需要一声呼唤，小丫头便会主动把幼崽送到奶妈面前。因为她心里明白美奶妈一定会像从前照顾她一样，照顾好她的孩子。而当看到前来换崽的不是美奶妈时，小丫头则会警觉起来，立刻抱起幼崽背对着奶妈，即便拿来蜂蜜水交换，她也会伸出手来进行婉拒。由此可见小丫头内心深处有多信任美奶妈，而美奶妈也会爱屋及乌，对小丫头的孩子多一份偏爱，会和别的奶妈争论不休。
只为自家崽争一个最乖宝宝的头衔。你是最乖的，我们小新最乖，你是最乖的，小新最乖，最乖的，小新最乖，最乖的，我们小新最乖，你是最乖的，我们小新乖，他也不错啦。但是我们小新乖些，小新跟小儿长得一模一样，乖。两位奶妈护短的样子可爱至极，果然都会觉得自家娃娃是最好的。看到是这样的一群可爱又默默奉献的人在照顾我们的国宝，真的心里满满欣慰又莫名感动。经验可以慢慢积累，但爱心真的是学不来的。芒仔这2天真的都快把嘴笑歪了。芒小五被长安启源认养，却乐坏了芒仔，不仅笑眯眯的一口气炫光了认养仪式上的大蛋糕，还要和芒小五抢他四雄定制的小汽车。芒仔怕不是以为长安启源认养的是他吧？母子两雄最近每天都在上演抢夺跑车大战，因为跑车的空间有限，母子俩同时坐进去难免有些紧巴。但不到1岁的芒小五哪里是将近300斤的芒女士的对手，任凭小五怎么扑腾，芒仔都纹丝不动，气得小五张大嘴巴一口咬住芒仔的耳朵。芒仔还是笑眯眯的，像是在说：“小崽贼，你咬到妈妈我呀，算是咬到棉花了哟。”随后芒仔一脚油门，车速飙起来。没有坐稳的小五挂在车窗外面摇摇欲坠，这母子俩这是上演了一波虫洞版的《速度与激情》啊！后来小五也学聪明了，他知道反正现在是不管怎么抢也抢不过妈妈，干脆躺在车前面谁也别想开。这架